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今天要聊的这个消息啊，真的是大到离谱，习近平可能真的要下台。这个传得满天飞的三上三下的名单，把整个中南海搅得是乌烟瘴气。谁下呢？习近平、李强、蔡奇，全是习家军的心腹。谁上呢？汪洋、胡春华，再加一匹黑马，那就是尹力。更狠的是啊，传闻说习近平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手里只剩下个没啥实权的国家主席头衔，等于是被体面退休。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心头一震呐？这到底是真的政变，还是有人放风试水呢？时评人、小说家在他个人频道上爆料说呀，他从内部人士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中共四中全会的人事布局已经基本上敲定了。怎么敲定的呢？核心就是常委会的三上三下。哪三个人呢？习近平、李强、蔡奇，全都是习家军的核心人物。哪三个人上呢？汪洋、胡春华，还有一匹黑马，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具体的职位安排啊，传说是这样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将辞去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最有实权的职位，暂时呢只保留国家主席的虚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体面退休的安排。而接替的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是中共前政协主席汪洋，被认为是团派储君的胡春华呢，将接替李强，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黑马尹力呢，则是接替蔡奇的常委位置，但爆料也特别提到说，他不会接任中办主任。这个安排呀，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对习近平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追究、不清算，要让他平安退休。怎么能保证呢？据说呀，在四中全会上，李希主掌的中纪委人马将不会有任何变动。只要习近平的监军还在，就说明倒习派暂时不会对他动手，这也算是一种政治交换和妥协。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信息量巨大呀？先别着急下结论，我想呢，也问问大家，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名单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太假了，还是觉得有可能？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打出您的想法，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直觉都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传闻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是因为啊，它不仅是一个名单，它还伴随着一系列非常诡异的政治信号。如果说上面那个只是传闻，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已经发生，并且被中共官媒自己报道出来的事实。第一个诡异的信号发生在9月17号，北京呢当时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抗战80周年总结会。请注意哦，习近平本人是亲自出席了这个会议，还接见了代表，拍了合照。但是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拍完照片之后，习近平和他的亲信王小红转身就走了，没有在会上发表任何的讲话。那谁来讲的话呢？是蔡奇。中央的报道说呀，蔡奇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想一想，这多不合常理呀！最高领导人亲临会场，却不亲自讲话，而是让手下人呢来传达他在几天前另一个会议上的讲话。这在过去10几年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完全不符合中共官场的惯例，更不符合习近平那种事必亲功、定于一尊的行事风格。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
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所以很多人就分析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说明习近平可能已经被部分架空成了一个工具人儿，他只能按照别人的安排进行一些仪式性的露面，但已经失去了按照自己意愿公开讲话的权利。而这个变故呢，很可能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的一次秘密的中共高层会议上，这也让3上3下的传闻多了一丝现实的佐证。那第二个呢，也是更重要的信号，是来自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可是中共的铁律。习近平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他对军队的掌控上。但现在军队似乎也是出了大问题。我们来看看几个事实。在9月12号，中共人大常委会又罢免了一大批的人大代表，其中包括武警司令王春宁上将、后勤保障部长张林中将等等。武警司令这么重要的位置，从王春宁传出被调查到现在快1年了，接替的人选是迟迟未定。另外呢，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后，这个职位也一直空着。中部战区司令也空缺了很久，这种军中要职的长期空缺是极不寻常的。习近平上台后，到2024年底，总共是晋升了79名上将，特别是2023年和2024年，每年都晋升好几次。但是呢，进入了2025年，到现在9个多月过去了，习近平竟然一个上将都没有晋升。在大批高级将领出事的背景下，他不提拔新人来填补空缺，换上自己的亲信，这只有2种可能：要么呢是他的军权旁落，提拔不了了；要么呢是他不知道该相信谁，不敢提拔了。无论是哪一种都指向了严重的军权危机。与此同时，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地位却在异常的抬升。在前不久的北京93阅兵仪式上，张又侠的座位竟然被安排和郑国基的现任常委以及元老们同坐天安门城楼第1排，这可是非常罕见的规格提升。而在9月中旬的北京香山论坛，张又侠不仅出席晚宴发表演讲，还会见了外国的军方代表，反倒是习近平打破了惯例，没有发贺信。这一系列的迹象都显示，张又侠似乎已经实际掌握了军权，而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威正在被削弱。甚至有更惊人的爆料说，张又侠之前还软禁了习近平，他要的不是什么人事任免权，而是等习近平交出控制核武器的核按钮手提箱。如果这个爆料属实，那就意味着最高军权的实质性移交已经完成，或者是正在进行中了。好了，那说了这么多支持习近平下台的证据，我们现在要换一个角度，理性的分析一下。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这个3上3下的传闻本身也有着很多古怪和不合逻辑的地方。时评人张天亮先生就提出了几点质疑，我们觉得非常的有道理。疑点1，蔡奇的职位，传说尹力要接替蔡奇的常委位置，但没说谁来接替中办主任。如果蔡奇还当中办主任，那他就继续掌管着中央警卫局，负责所有高层领导的安保。你让汪洋和胡春华这2个新上来的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被他们搞下台的对手亲信手里，这可能吗？这不等于是睡在火山口上了吗？疑点2，胡春华的军职，传闻说胡春华担任总理期间还要兼任军委排名第2的副主席，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总理是管政府、管经济的，文官担任军委副主席通常是象征性的，排名也是最末位的。如果要把他排在第2名，仅次于张又侠，这不符合中共的权力规则。疑点3，元老的角色。
传闻说啊，这一切是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元老们在秘密扩大会议上敲定的。但问题是，如果胡锦涛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废掉习近平，那他为什么在93阅兵这么重要的政治场合上不露面呢？他完全是可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啊，向外界宣告一下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但是他没有。所以呢，从这些疑点来看，三上三下的传闻又像是一种政治谣言，或者是导习派故意放出来的风声，用来打击习近平的亲信，来测试一下外界的反应。那么，如果不是一场彻底的政变，现在中南海的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另外一位时评人吴作来先生的分析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我们觉得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他认为啊，现在中南海的状态可能不是一方完全胜利，而是一种危险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呢，张又侠确实掌控了军队，清除了习近平在军中的人马，但他并没有直接把习近平推翻，而是选择了和元老们在一起，暂时维持现状。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内部现在各方面都非常危险，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如果内部再公开撕裂，整个政权可能就直接崩盘了。所以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可能达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种底线交换。吴作来先生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来形容张又侠的态度：我不颠覆你，但是你要保证到站下岗。意思就是你习近平这2年继续当你的总书记，我表面上还维护你的核心地位，保证军队的经费，但是你不能再插手军队，不能再搞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按照程序，在中共21大把权力交出来，不能搞终身制。这种恐怖平衡的说法，其实也能解释我们前面看到的很多现象，比如习近平还能出席活动，但讲话呀却要由别人代劳，这说明他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张又侠地位提升，说明军方在看着他，限制他。习近平迟迟不晋升上将，也可能是因为在这种平衡下，他提的人张又侠那边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不管是三上三下的政变，还是恐怖平衡的对峙，这一场权斗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特别是经济。另外一位爆料人墙内普通人就分析说，之所以党内4大派系都希望习近平提前下台，是因为形势比人强，中共实在没办法再耽搁2年的时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团派等不了了，因为胡锦涛年事已高，如果他要是突然去世了，倒习联盟就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旗帜。其次呢，军方张又侠也等不了，他虽然掌握军队，但时刻要防备习近平反扑，精神那是一个高度紧张，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极大。第三呢，温家宝代表的改革开放派也等不了了，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社会就像火山口，让习下台是给火山减压的唯一办法。最后，就连中共的保守派元老们也等不了了，他们也害怕再这么斗下去，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都保不住了。吴作来先生也提到，现在的中国面临的根本不是站队问题，而是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大量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来，社保基金也出现了巨大的亏空。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喊学习习思想，再怎么搞2个维护都没用了。下面的人要的是钱，不是口号。整个体制都已经在躺平，在空耗了。在这种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习近平自己也在想办法自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最近他突然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通话。按照吴作来的分析，习近平是想通过在 TikTok 等问题上对川普做出一些妥协，来换取美国在关税、科技等方面放他一马，好让他在党内挽回一点面子，缓解一下经济压力，为即将到来的4中全会争取一点筹码。但这种妥协是真心的吗？这里我们就要引用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杜文先生解密的习近平内部讲话了。杜文指出，习近平的真实战略是假合作真博弈，他对美国的任何合作都只是为了稳住美国市场，为大国博弈争取时间和空间的战术手段。他的核心思想已经彻底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了以斗争为实。其实呢，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显然也是暂时的收起锋芒，积蓄力量，最终还是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挑战西方自由世界。这就让我们看清了，无论是在中南海谁上谁下，中共对内压迫、对外斗争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领导人的更换以及权力结构的变化，可能为中国的未来撕开一道口子。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从三上三下的传闻入手，层层深入分析了当前中共政局的两种可能图景。第一种呢，就是彻底的改朝换代，习近平下台，汪洋、胡春华上台，形成一个由军方张又侠、党务汪洋、国务院胡春华事实上的三权分治的过渡结构。虽然这个结构可能只维持2年，但这将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线生机了。第二种呢，是恐怖的权力平衡，习近平依然在位，但权力是被严重削弱，成了一个被军方和元老看管的工具人。这种局面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内部的矛盾和压力并没有解决，就像是一个高压锅，随时可能爆炸，引发更剧烈的震荡。那么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或者您是否有第三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都欢迎您在我们评论区下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来一起探讨。无论最终的剧本是哪一个，有一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习近平一人独大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这场危机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是危险，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未来的几个月，尤其是4中全会前后，将会是见证历史的关键时刻了。我们将会持续为大家关注和报道。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